期视频，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5.10，收盘价是248.4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5.19，最低价是在247.4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009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89倍，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。MACD 快线下穿了慢线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短期的空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2023年12月2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到高位出现反转向下后的下跌中。那当日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成交量缩。那通常出现这样的现象，预示着日后股价会有一个反弹。那这样的一个反弹有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下方的2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如果20日均线值不能够成为支撑，那么股价将有可能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单一 K 线的解读。那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。那在前一期视讯当中，我们提到，左中绿右长红，这样是一个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，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。如果日后的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母线的最低，那预示着股价将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那目前在12月29日，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这根母线的最低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不考虑成交量。那一旦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，对于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，那么股价日后将会继续下行。那继续下行目标就是要建立空头。那么继续下行的目标位呢，就是2023年1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28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56附近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46附近。实际在12月29日收盘价是在248.48，出现了继续下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点位相差不大，但是性质不同。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点位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的，而实际发生的这个收盘价呢，它是在2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，股价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升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样的一个，我们从单一 K 线来说，价跌量缩。那么如果20日均线值能够成为一个支撑的话，日后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好，那对于1月2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应该是1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65附近。
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这将成为股价的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为什么要把它设为第一个目标呢？也就是股价目前是在一个回档反转向下的一个下行的过程当中。那股价如果不跌破前低，也就是12月20日这根 K 线最低247，那么股价不跌破它会有继续上行。那么继续上行站上265的目的就是要继续出现头高，而继续自10月3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所以这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后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在到达它之前，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将会成为压力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这条下行趋势线和日后 K 线的交点也是一个强压力。那对于1月2日来说，这个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在256附近，它将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那么265被站上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69。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那269呢？对于目前的股价，如果出现反弹的话，它仅仅是一个压力。那股价如果在这一波回档之后，如果能够继续上行，尤其是再能够站上这条下行的趋势线，那么股价真正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79、269，仅仅是一个压力位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样看来，上行的3个目标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第一个是265，第二个是269，第三个是279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47，是12月2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目前我们测算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248，也就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附近，也和这个股价下行第一个目标相重合。那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支撑位。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了，那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成为支撑位的话，那在1月2日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的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依然是228。那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确认目前股价反转向下，所建立的空头趋势。228被跌破，那股价继续下行，真正的目标就是194前低。对，那么在到达它之前呢，206将会成为支撑。所以股价下行的目标分别是247、228、206，还有就是194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关注的位置是这根母子怀抱 K 线的最低。对，那么股价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，我们会看到它是收在了低位。那对于1月2日盘中我们给出的关注的位置是，我们要关注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在1月2日会到达248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248。好，那么我们关注它的原因呢，就是如果在盘中股价能够在20日均线值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反弹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20日均线值下方运行，尤其如果出现了一个低开盘或者跳空的低开盘，那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压力。所以股价在盘中如果在248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会收低。一旦收低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盘中的观察位。
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，这是对日 K 线图的分析说明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好，我们先去除辅助线，周 K 线图我们来看看，K 线信息。在12月25日，也就是2023年最后一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呢，是一个含长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我们会看到当周是出现新高，但是呢，下方是在5均值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，然后成交量是量缩。虽然有一个长长的上影线，但是呢没有出现放量，也就是没有大的成交量。那说明呢，上方仅仅是一个压力，卖压并没有出现。对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我们说在对于这样的 K 线，价跌量缩，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，我们说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，也就是说，抱有大的成交量，然后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那么目标一定是这根标志着要上攻的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应该是在228附近，对。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，就是价跌量缩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20均值、15均值成为支撑的话，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上行而出现新高。对，如果是一个好的情况下呢，很有可能会站上前高来确认这根上攻的 K 线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单一 K 线的一个解读，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。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，在之前我们一期视讯对于周 K 线图预测当中，我们说在12月25日当周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星二阳收高，收在272。对，这是上行的目标。那么下方的目标呢？我们认为很可能会收盘在242附近。那么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52。那实际在当周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在5均值附近，在前低的上方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，或者说是一个向上的反弹。我们再给出1月1日，也就是2024年第一个交易周的目标位，上方我们会给到257。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257。我们说一下理由。那我们认为上方啊，虽然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，那补量上攻呢，我们认为这条趋势线依然会成为压力，那有可能会出现新高，然后股价的在当周的收盘呢，还会收在这条趋势线的下方，等待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再去选择突破。对，这是我们把它定义在257的理由。当然，我们也是还有一个就是根据各条均线的测算，我们认为在这个收盘在这个地方呢，对于均线的走势是比较适合的。对，好，那么下方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低在239附近。好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我们认为呢，股价很有可能在20均值和10均值遇到一个支撑，然后收盘在这个位置。对，也就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呢，两条均线会成为支撑。好，那周中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在251附近，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251。
251是我们测算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，是在这个地方，是5均值的上限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如果股价在周中能够在5均值的上限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收高在257甚至更高。但是如果股价在周中是在5均值的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收低，对，会收在239。这是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的理由，我们要关注5均值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周 K 线图。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。好，月 K 线图在之前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说当中呢，我们说收盘会在250附近，在12月份。然后呢，如果是在低位的话呢，收盘价会在217附近。那么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月实体部分的中线是在224附近，225附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回顾，我们会看到当月我们解说的是月 K 线图，是这根在上一个交易月实体的中线。那在12月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在248，是我们标注的这个250附近。那么当月生成的这根 K 线，我们会看到是在这条下行趋势线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，然后出现了价涨，然后量缩。一旦出现价涨量缩呢，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呢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，尤其是上方还有长长的上影线。对，那所以呢，对于接下来1月份的一个交易周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下行的目标，我们依然给到在21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对，也就是一旦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会收在这个位置。那么上方呢，我们会给出的目标位，也就是在前高。好，前高是在265附近。那么我们认为当月呢，在1月份股价如果收高，会收在这个位置。那周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，我们要关注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是在240附近，我们把它调整到241。好，那我们说，如果在1月份股价能够在241或者240上方运行，也就是在5均值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很容易会测试前高，也就是265附近，会收在它的附近。然后呢，如果股价是在月中是在240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收在215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一个解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0%的多头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42附近。我们的最后一次加仓是在12月27日，这根 K 线我们加仓了5%，也就是加到了全仓，占总资金量的50%，
是全仓。那么我们之前给出的停利是守5日均线值，对于12月29日我们给的停利的位置是255。那股价目前是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这个仓位是可以停利出场的。那之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20日均线值，是守247。那目前股价并没有跌破它，所以这个仓位并没有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的这个仓位的信息的描述。那到了12月29日，收盘在248点48这个位置。那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，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对，那到了1月2日，我们要给出止损位，我们要守20均线值，就是守248。股价一旦收盘价跌破了20均线值，那这个多头仓位应该即刻止损出场。好，在这里我们还要补充说明，我们在之前给的所有的技术上的做多的操作建议呢，我们都是跟踪到止损出场。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的盈利呢，那么如果就是说，如果是跟着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去做测试呢，应该是随时可以盈利出场的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只给出停利和止损的位置。那目前这个仓位一定是要停利了如果不想再守止损的话，那假如还想去，我们会就是说继续做多。那么我们想承受更大的叫做风险，那么现在可以继续守止损，守248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操作建议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1月2日开盘之后，我们认为会有空头继续会有空头的进入。那么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5均值，应该是在252附近。对，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248。20日均线值，也就是247到248是这个位置，还有就是228，那么这个缺口仅仅是一个支撑。好，那么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，我们认为依然会守这条趋势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目前在1月2日开盘之后到来的第一个压力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在从252到254之间，其中10日均线值是在253附近。好，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256。第三个压力位是前高，是在265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我们说这个前低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247到248。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，是在241附近。第三个支撑就是22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7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54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51附近。
那出现这样的小幅反弹呢，在它的条件，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小幅的反弹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很有可能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会到达252，下方最低会回补这个缺口，会到达24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4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